男人半夜被雷声吵醒，一旁的婆婆竟然在啃食同伴的尸体。男人现在回忆起来，依旧心惊胆战。要不是二爷将他救回来，恐怕也要成了别人的腹中餐。当初二爷在河边发现了他带着一块和风女人成对的玉佩，看来他就是女人一直等的人。此人叫春生，是个孤儿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。他喜欢上了深山里的一个姑娘，可姑娘的父亲瞧不起他，不同意二人继续交往。春生决定出去挣钱，半路遇到一个姓戴的小兄弟，两人一起来到一个婆婆家躲雨，不料半夜小戴被婆婆杀害，自己逃出来后被军阀抓去做了几年壮丁，前些日子才偷偷逃出来。还没等说完话，几个其他村的村民找了过来，请二爷对付村里出现的熊瞎子。二爷走后，徒弟把疯女人的事告诉了春生，春生懊悔不已，想自己去人面树看女人最后一眼。徒弟被春生感动，连夜带着他前往人面树，半路遇到了一个分岔路口。两条路，走哪边啊？啊，说哪边没事？我跟你说我说的事儿。徒弟早就觉得春生有些可疑，果然对方露出了马脚，周围出现一群打手，为首的是个洋人。洋人一枪打伤了徒弟的手臂，将他擒住。春生说出了真相，原来庙里的疯女人就是守金人的女儿。春生和女人相恋后，得知了他家的身份，于是起了贪念，想卖掉经脉。守金人这才将他赶走。在流浪的路上遇到了小戴，得知他是商会会长失散的儿子，正要和奶奶前往镇上和父亲相认，信物是儿时的一块刺绣肚兜。春生在夜里杀了二人，带着那块刺绣肚兜冒充小戴的身份，成为了商会会长的儿子。可是他越来越贪心，还是打着金矿的主意，于是利诱村长和李长福杀害了守金人一家。原来一切都是由他而起。正当他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时，突然一声冷枪打倒了一个手下。二爷发现了这个圈套，第一时间赶回来救徒弟。作为兴安岭的资深猎人，对付这几个虾兵蟹将绰绰有余，可春生却用徒弟威胁，二爷无奈只能放下猎枪走出来。洋人却想和二爷比试枪法，想比吗？来呀！春生不讲武德，让人继续围攻。二爷身法灵活，在树林里穿梭自如，几个打手掉进了捕猎的陷阱里。干掉一栋楼落之后，二爷和洋人开始了正面对决。洋人走上前，想要结果二爷的性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林子里跳出一只大马猴，对着洋人一伙一顿撕咬。大马猴是来找春生报仇，也是向二爷报上一次的不杀之恩。洋人被大马猴一直追到了悬崖边上，他朝着身后的大马猴开枪。大马猴为了保护二爷，直接和洋人一起跳了下去。师徒二人以为大马猴牺牲了自己，远处却响起了成片的吼叫声。有情有义的大马猴原来一直都在。另一边，春生虽然趁乱逃了出来，最终他还是来到人脸树下，看到曾经的恋人出现，他被吓得精神崩溃，不停地道歉忏悔。可是他的罪孽已经无法原谅，大蟒蛇再次出现，一口吃掉了春生。二爷告诉徒弟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金矿，人面树也只是一棵普通的树，因为周围磁场和浓雾的关系，才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。而兴安岭真正的财富，就是这里的一草一木和生活在山里的那些野生动物。世上本无鬼，人心才是最大的鬼。敬畏自然，敬畏生命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